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谈年龄，你几岁？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尴尬瞬间？尴尬瞬间？好像每天都有呢。不是那种，我上次叫了个人小妹妹。小妹妹？然后呢？她怎么了？结果她比我还大3岁。哎呀！哈哈，真的吗？这太有意思了。是啊，当时我脸都红了，不知所措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生气吗？我不会生气，但会觉得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这跟我们怎么称呼别人有关。对，称呼很重要。我以为她很年轻。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别人叫我姐。叫你姐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是，我比她小好几岁呢。哎呀，这完全反过来了。哈哈。是啊，所以年龄这个话题很微妙。没错，特别是你几岁了。这句话，你会直接问别人的年龄吗？一般不会，我觉得有点不太礼貌。对，好像是个人隐私，不太好问。但是有时候又不得不问，比如工作。那是没办法，但日常就不一样了。有些人看起来很年轻，你猜不出来。我就喜欢别人猜我年龄，猜小一点。哈哈，谁都喜欢被说年轻啊。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人特别爱问？有啊，老一辈的长辈，他们会问。对，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关心晚辈。这种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你可以说一个大概的范围，或者开玩笑。比如我跟小美差不多大之类的。喂，你这样会暴露我的秘密哦。哈哈，开玩笑了，但真是个难题。我觉得年龄数字本身不那么重要。是的，重要的是心态和生活状态。对，很多人心态年轻，活得很精彩。比如说我永远是8岁的心情。你真敢说。不过心态好确实是财富。你有没有觉得外国人好像不爱问？好像是，他们更注重其他的交流。我也觉得是这样，文化差异吧。所以下次遇到，我们要小心措辞。对，避免叫错人，引发误会。哈哈，尤其是小妹妹这种称呼。小美，下次再聊聊这个话题，好吗？好啊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说呢。是啊，比如不同年龄的看法不同。比如青少年、中年人、老年人。没错，那我们下次再深入聊聊吧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好啊，你尽管说，我洗耳恭听。你有没有遇到过，在社交场合中，很难判断对方大概的年纪？哎呀，这个太常见了，简直是常态。有一次，我参加一个行业聚会。哦，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了吗？我看到一位看起来很年轻的女士，我差点叫她小姑娘了。哈哈，幸好你没叫出口。是啊，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老板，经验非常丰富，比我年长很多。哇，那真的很尴尬，差一点就失礼了。
对，所以称呼真的需要很讲究，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没错，在中文里，称呼体现敬意。比如，师傅不只是指手艺人，也可以是对比你年长男性的一种尊重。不一定真的教书，也可以表示尊敬。是的，这些词能避免直接问年龄，同时又表达了适当的敬意。我觉得这种文化很含蓄，也很有趣。那么大明，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问年龄可以被接受呢？这真是个好问题，我得想想。我觉得如果是同辈朋友之间，或者很熟的同事，也许可以，但也要看语境，不能太突兀。对，要看关系亲密程度和场合。我有个朋友，他第一次去女朋友家。哦，这又是一个挑战的时刻了。他就非常苦恼该怎么称呼长辈，因为不知道具体的年纪大小。他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好奇。他用了最保险的叔叔阿姨，这样既有礼貌，又不会出错。这是个好办法，通用又安全。中国文化里，辈分很重要，称呼不对会让人觉得不懂事。没错，这背后是尊重长辈的观念。而且大叔大婶也要慎用。有些人会觉得被叫老了，哈哈。哈哈，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对方是长辈，但看起来特别年轻，怎么称呼才既尊重又不显老呢？哎呀，这可真是个世纪难题了。我觉得这个我们下次一定要好好聊聊。好啊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说呢。比如职场上如何得体地处理年龄话题。这个角度也很值得深入探讨。话说回来，你觉得？我觉得称呼问题最难是第一次见面。对，尤其长辈，但又不像，真的会让人头大。我有个朋友经历过，他把一位教授叫成小伙子。哈哈，也太夸张了吧！教授会生气吗？教授只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无奈地笑了。天啊，肯定很尴尬。这比较老了还难处理。所以说，观察很重要。听别人怎么称呼。这是个万全之策。或者干脆先不叫，等对方自我介绍。或者问请问您贵姓，这样比较得体。没错，避免直接判断。话说回来，大家觉得这种年龄称呼学问在日常生活中重不重要？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它不仅是礼貌，还体现了对人的尊重。是啊，比如师傅这个词，适用范围真的很广。以前我打车，司机是女的，我叫了声师傅，她听了特别开心。真的吗？我还以为女的被叫师傅会介意。她说这表示被认可了。哇，那这是个新发现。不过阿姨就不同了。哈哈，你碰到过吗？
叫阿姨被瞪的经历？当然有，我闺蜜就被叫过。她明明才20多岁。哎呀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她当时什么反应？她只是笑了笑，但私下跟我吐槽了很久。所以，女性对年龄很敏感，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。这背后有很多原因，甚至还和传统文化有关。哇，那我们下次深入聊聊。那我们就趁热打铁，现在就聊吧。哈哈，太好了！你想从哪方面开始？我觉得可以从传统观念说起，比如古代对女性年龄的看法。哦，这和现代有什么不同？过去，女性适婚年龄很重要，过了某个年纪，压力就大了。没错，听过剩女这个词。虽然现在观念开放很多，但这种潜在的压力依然存在。我有朋友就因此很焦虑。真的吗？具体是怎么样的？他每次回家都会被问婚事，感觉年龄是把尺子一样。哎呀，这是社会投射的期待，影响女性自我价值感。是啊，所以才特别敏感。还有在职场上也会有体现。哇，职场怎么说呢？比如，我见过有人在简历上会刻意不写或模糊年龄。我也发现过这个现象，有时甚至会写得更年轻。哈哈，这有点像秘密。大家觉得这个举动常见吗？我认为挺普遍的，尤其是看重经验的行业。那是不是说年龄在有些时候反而是经验和智慧的象征？对，比如长辈，我们很尊敬，觉得他们经历多，有阅历。这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比如尊老爱幼，以长为尊。但现代社会又强调青春活力，真是个有趣的矛盾。是啊，这两种价值在碰撞。我有次在咖啡店里听到两个年轻人猜一个姐姐的岁数，结果怎么样？猜对了没？差点闹出大乌龙，哈哈。姐姐的表情很精彩，哈哈哈，这太刺激了。所以问年龄真的要小心。我想起一个更复杂的情况。如果和外国朋友聊年龄，那就更不一样了，文化差异。我们下次好好聊聊这个。没错，那可能又有新发现。是啊，和西方朋友聊年龄，他们好像更直接一点。真的吗？他们会直接说吗？我今年35岁了，这样。没错，我有个美国朋友，他第一次见面就告诉我，他30岁，还很骄傲呢。哇塞，这在中国很少见。我们通常会有点保留。感觉文化差异很大。好像在西方，年龄是个数字，甚至代表一种成熟的魅力。对，他们更看重个人经历，不像我们，有时觉得敏感。
我就想起我第一次去德国，对方问我你多大年纪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答，脑子里各种委婉说法打转。哈哈哈，你肯定很纠结吧？那你是怎么回应的呢？我就说，哦，我属狗的。哈哈哈，这很有中国特色。太妙了，这真是个好办法。既幽默又没直接说数字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中国人啊，特别喜欢用大哥、姐姐。这是种尊重和亲近。不管实际年龄大多少。对，哪怕比你小一点点。有时也会叫你一声哥。这种叫法，你觉得有什么好处？它能迅速拉近彼此距离，同时又避免了问年龄的尴尬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一种智慧。我还有次和日本朋友吃饭，他们对年龄更隐晦了。哦，日本人怎么处理年龄呢？比我们还含蓄很多吗？他们会问你哪年毕业的，或者看你的酒量来推测。这也太有意思了吧！哇，这简直是推理游戏啊！好复杂，比我们还曲折。是啊，所以下次聊到年龄，我们是不是也要聊聊星座？哈哈，那可又是另一个话题。星座和属相都有学问，肯定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。那就留到下次再好好探索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请说。关于年龄的吗？是的，你觉得中国人啊，面对年龄心态是怎样？哦，这个很有意思呢。我觉得大多时候啊，女性，怎么说呢？有什么不同？女性会比较在意自己的，男性可能没那么复杂吧。哈哈，我猜到了这一点。或者说，不轻易表露出来。但有些场合，年龄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呢。对，比如找工作的时候，或者相亲也是看年龄。哦，那倒是真的，影响大。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呢。比如看你的职位高低吗？中国人会叫你哥哥姐姐。哈哈，这太常见了是吗？是啊，称呼真的很重要。如果对方显年轻一些，我们就会叫妹妹弟弟啊。显得亲近又礼貌周到。这是一种小小的技巧呢。看来年龄真的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大学问啊。远不止数字本身那么简单，它包含文化和人情味呢。是啊，今天聊的真的很深入了，收获非常多。是的，有很多新的发现。我自己也学到不少知识。特别是日本的那个说法，推理游戏太有意思了。是啊，那部分太有趣了。我们下次可以找人试试。哈哈，不问年龄问经历，这种方法真不错啊。对，感觉很巧妙呢。感觉今天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是啊，意犹未尽，收获多。我对年龄的理解更深了。
是啊，它不只是个数字，更是丰富的文化缩影。那么屏幕前的你，平时会怎么巧妙应对年龄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和心得体会哦。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